2万块，明天之前转过来。电话里我妈的语气像在通知，不是在商量。我握着手机看了眼出租屋墙角发霉的痕迹。妈，什么急事？你弟要用。我每个月给你转5000，3年了，那些钱呢？电话那头安静了，我打开银行 app， 点进转账记录，3年36笔，每一笔都写着孝敬爸妈。我突然想看看这些钱到底去了呢？我在这个城市租房5年了，18平的单间，月租1800，没有厨房，公用卫生间在走廊尽头。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挤1个半小时地铁到公司打卡，午饭在公司食堂解决，15块的套餐，荤素搭配，晚饭经常是泡面或者超市打折的便当。不是挣的少，我月薪12000，在老家人眼里算有出息，但每个月5000要转给爸妈，3000要还助学贷款，房租水电1800，剩下的才是我的生活费。3年了，我没买过一件超过200块的衣服，同事聚餐我总找借口推掉。我妈说，你一个人在外面花不了多少钱，我和你爸年纪大了，你弟刚结婚，家里处处要用钱，你是姐姐，多担待点。我担呆了。每个月发工资那天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银行 app， 给我妈转5000，转完之后，我妈会发一条微信，收到了，妈给你存着，以后当嫁妆。我信了，我以为这些钱会躺在某个存折里，等我结婚的时候，我妈会笑眯眯的拿出来，说，这是你这些年孝敬我们的，我们一分没动。我以为我的付出有人记得。3年36笔转账18万，现在我妈张口又要2万，我没有立刻转，我给我妈发了条微信，妈，我想看看咱家的账，我帮你们理理财。理什么财？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，你把钱转过来就行。我没回，我有我妈的银行卡号，每个月转账用的那个，我还有她的身份证号，当初办手机卡的时候存下的。我登录了银行的网上查询系统，身份验证需要短信验证码，我给我妈打电话，妈，我刚给你买了个理财产品，银行要发验证码确认，你收到了帮我念一下。啥理财产品？收益高，我同事都买了，放心吧，稳赚不赔。哦，等下，验证码是6824。我挂了电话，输入验证码，页面加载，流水明细一条一条跳出来。我看到了我每个月赚的5000，我也看到了另一笔钱，每个月固定日期转出8000，收款人张文月，我弟媳的名字。我盯着屏幕，眼眶发热，8000比我赚的还多3000，那3000哪来的？我继续往下翻，每个月我妈的退休金到账3200，然后转出3000，收款人张文月。我懂了，我每个月省吃俭用转的5000，我妈一分没存，全给了我弟媳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倒贴了自己的退休金，我转5000，她转出8000，3年36个月，我弟弟一家从我爸妈手里拿走了28万8，其中18万是我的血汗钱。我关掉页面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的水渍。我妈说的给你存着当嫁妆呢，我妈说的一分没动呢。手机又响了，我妈的微信，钱什么时候转？你弟等着用。我没回，我把聊天记录往上翻，翻到3年前的第一笔转账。我妈说，闺女真孝顺，妈都记着呢。原来我的孝顺只是给我弟弟一家当提款机，他记着的是我的银行卡余额。第二天我请了假，坐高铁回老家，3个小时够我把那份银行流水看了8遍。我弟叫林浩，比我小4岁，从小被惯着长大。我上学那会儿，我妈说女孩读那么多书没用，让我初中毕业就去打工，我不肯，自己考上了高中，学费是我暑假在饭店端盘子挣的，大学是助学贷款，现在还没还完。我弟呢，高中没考上，花钱上的私立，大专混了3年，毕业就回家啃老，相亲认识了张文月，我妈掏钱给他们办的婚礼，现在2口子都没正经工作。我弟说在创业，其实就是在家打游戏。张文月在微商群里卖面膜，一年到头也卖不出几盒，他们的房租、生活费、孩子奶粉钱全是我爸妈出，不对，全是我出。下午2点，我到了老家，没直接回家，先去了我弟的出租屋。哟，大姑姐来了。林浩呢？睡觉呢。大白天的，你找他啥事儿？姐，你咋回来了？妈问我要2万块，说是给你用的，什么事儿？哦，那个啊，我想买辆车，手头差点钱。买车？对啊，跑业务需要。什么业务？姐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反正妈说了，你会给的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每个月转5000给爸妈，这些钱全到了你老婆的账户上？你查了？我查了，3年28万8，你们从爸妈那儿拿的，其中18万是我的钱。那是爸妈给我们的，又不是你给的。爸妈的钱爱给谁给谁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的钱经我妈的手转给你，就成了爸妈的钱。
反正我们收到的是爸妈转的，你有本事找爸妈去，在这质问我们干嘛？姐，一家人算那么清楚干嘛？我是弟弟，你帮我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了，爸妈年纪大了，以后还不是得靠我养老？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能管多少？我还没嫁呢，倒是你挺会算账的。爸妈养老靠你，你连自己都养不活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转1分钱给爸妈。你敢？你不管爸妈，还算什么女儿？我管了3年，18万，你们拿着我的钱吃香喝浪，现在教训我怎么当女儿？你等着，我这就给妈打电话！你不上去，他妈怎么收拾你？闺女，家里处处要用钱，你多担待点儿。我爸妈住在老城区的家属院，3室1厅，房子是20年前单位分的。你咋回来了？不是说忙吗？请了假。妈，我爸呢？在屋里看电视。爸，哎，丫头回来了，吃饭了没？还没。让你妈做点儿。转账的事儿你想好了没？妈，我想看看家里的账本。看什么账本？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。您每个月转给弟媳8000块，我想知道这钱都花哪儿了。你查我账了？我随便看了看。你这孩子，爸妈的账你也查？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我白眼狼，我每个月转5000给您，您转头就给弟弟8000，我的钱加您的退休金全填他们那个无底洞了。您跟我说给我存着当嫁妆，钱呢？那钱1分没存，全没了。丫头，你弟他日子确实难，文员又不工作，还有孩子要养，咱们当父母的不帮衬着点，他们怎么过？那我呢？我一个人在外面租房5年，吃了5年食堂和泡面。我有难的时候谁帮衬我了？你不一样，你能挣钱，你一个人过花不了多少。我能挣钱，所以活该被吸血；我一个人，所以活该没人管。什么吸血？那是你弟弟，你帮他是应该的。妈，我就问您一句，您跟我说那些钱着给我当嫁妆是真的吗？那个，先借给你弟用用，以后会还的。会还？弟妹没工作，弟弟打游戏，他们拿什么还？拿他们那堆名牌衣服，还是拿那辆4000块的新电动车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妈，我不转那2万了，以后每个月的5000也没有了。你这是要逼死我！你弟那边等着用钱，你现在撂挑子，他们怎么办？那是他们的事儿。丫头，你弟他确实不争气，但他是你弟弟你。所以呢？这房子我和你妈商量过，以后留给他。您说什么？他有孩子，得有个落脚的地方。你一个人，以后嫁了人有婆家。行，这房子给他，跟我没关系。以后他养你们姥爷跟我没关系。丫头，我走出单元门，外面下起了小雨，我没带伞，雨水打在脸上，分不清是雨还是眼泪。我没有直接回城里，我去了我姑家。我姑是我爸的亲妹妹，住在县城边上的镇子里，开了个小超市。从小到大，我姑对我比我妈还亲。你妈偏心，我知道，这钱你拿着。哎呦，丫头来了，咋了这是？又收气了？慢慢说。我把事情说了一遍，我姑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我就知道你妈这些年越来越糊涂了。我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天天说日子难，可我看弟媳穿金戴银的也不像缺钱。丫头，有些事儿本来不想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你弟那个什么创业，你知道是干嘛的吗？不知道。赌。什么？网上那个赌博，去年你姑父撞见过一次，他手机上花花绿绿的，说是什么网络游戏，其实就是赌的勾当。你弟输了不少，找你爸妈拿，你爸妈不敢声张，怕丢人。输了多少？具体不知道，但我听你妈跟你爸吵架的时候说过，好像有10几万，家里处处要用钱，你给我2万块钱。10几万，加上这3年给他们的生活费，怪不得每个月要8000。
怪不得我妈问我要2万。无底洞，我弟就是个无底洞。还有，你弟买电动车那钱是找我借的，说什么姐给钱了还没到账，先借2000，我借了到现在没还。他还找您借钱？何止我，你二叔、你舅都借过。你弟那张嘴能把死的成说活的，这些钱1分都没还过。那房子的事儿您知道吗？什么房子？我爸说老家那套房子以后给我弟。我听说过，你妈的意思，说什么你是女儿，以后有婆家，不需要房子。那是我爸单位分的房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妈从来都是这样。你小时候的衣服哪件不是旧的？你弟的衣服件件都是新的。你上高中，他不让你读；你弟上私立，他砸锅卖铁。你和你弟在他眼里从来不是一样的。从小到大我都知道，只是不愿意相信。天擦黑的时候，姑父从外面送货回来，把手里的货筐往墙角一放，洗了手就坐在了对面的小马扎上。他常年跑乡下送货，晒得黝黑，眼角的皱纹比我爸还深，手掌上全是搬货磨出来的厚茧。丫头，你姑都跟你说了，不是我们当长辈的背后嚼舌根。你弟这事儿早就该管了，再这么惯下去，整个家都得被他拖垮。姑父，他到底欠了多少？我爸妈到底帮他填了多少窟窿？去年冬天催款的都堵你爸妈家门口了，红油漆喷了一整面墙，是欠款还钱，血债血偿。你妈吓得连夜给你姑打电话，我们凌晨1点多赶过去的，那时候才知道他前前后后输了快20个。10个，我3年省吃俭用，1分掰成2半花，攒下的18万，原来连他赌博的窟窿都填不满。那时候你爸妈手里存了一辈子的定型都取出来了，还差5万块赌不上。你妈哭着逼着你爸找亲戚借，我们给凑了2万，你二叔和你舅各凑了1万，才把催款的打发走。我们都以为经了这么一下，他总能改了，谁知道没过半年又开始偷偷犯糊涂。你妈不敢再跟我们张嘴，就只能抠着你给的那点钱，还有他们俩的退休金，一点点给他填窟窿。我突然想起，去年冬天我妈确实给我打过一次电话，电话里她的声音带着哭腔，说我爸高血压犯了住院，要交住院费，手里钱不够，让我多转3000块钱。那时候我刚交完房租，还完主赛贷款，手里只剩不到4000，我咬着牙给他转了3000，自己啃了半个月的白馒头配咸菜，连包1块的榨菜都舍不得买。我每天都给他发微信问我爸的情况，他总说好多了，不用你操心，你好好上班。连一张我爸在医院的照片都没给我发过。现在才知道那笔钱根本不是给我爸看病的，是给他宝贝儿子还赌债的。他甚至连我爸生病的借口都是随口编的。我爸住院的事儿是假的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你爸就是有点头晕，去社区医院拿了点降压药，根本没住院。你妈就是找个由头跟你要钱填窟窿。丫头，我们那时候劝过她，不能这么坑闺女，可她不听啊。她说你弟弟要是被催债的逼急了，出点什么事儿，这个家就完了。那我呢？他们就没想过我在外面拿着这点钱怎么活吗？他们就不怕我被逼急了出点什么事儿吗？丫头，你妈这辈子就是被重男轻女那套老思想害死了。她总觉得儿子是家里的根，女儿早晚是泼出去的水。可她忘了，是谁在她感冒发烧的时候连夜坐高铁回来带她去医院？是谁在你爸摔了腿的时候请假回来伺候了半个月？你弟弟呢？除了伸手要东西，他管过这个家什么？我爸骑电动车出门摔了腿，筋骨骨裂，打了石膏不能下床。我妈给我打电话，哭着说家里没人照顾，让我赶紧回来。那时候我手里正跟着一个重要的项目，到了冲业绩的关键节点，要是请假，全年的年终奖就泡汤了。可我还是二话不说，跟领导请了半个月的无薪假，买了最早的高铁票回了老家。那半个月，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给我爸擦脸做早饭，然后推着轮椅带他去医院换药，中午回来做午饭，晚上给我爸按摩消肿的腿，洗一家人的衣服。我爸夜里疼得睡不着，我就坐在床边陪他说话，给他倒水，整宿的熬。而我弟弟林浩只在我爸摔的那天来了一趟，放下一兜子临期的水果，做了不到10分钟，就接了个电话说要去谈业务，转身就走了。之后的半个月，
他连个电话都没打过，更别说过来照顾一天。还是闺女贴心。你弟忙，要养家，家里有你就行了。我那时候居然还信了，我觉得他刚结婚，有孩子要养，压力大，我这个当姐姐的多担待点是应该的。我甚至还因为他养家辛苦，主动多给我妈转了2000，让他转给林浩，让他别太累了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的我真是蠢得无可救药。你看你瘦的，脸都尖了，在外面肯定没好好吃饭，以后别再委屈自己了。该吃就吃，该穿就穿，钱挣了就是花的，别都填了那个无底洞。他要是真疼你，就不会让你受这种委屈。我已经很久没吃过一顿热乎的，有人特意给我做的饭了。在那个18平的出租屋里，我要么吃速食泡面，要么吃超市晚上8点以后打折的冷便当。你坐着歇会儿，不用你动手，累了一路了。我掏出手机，点开了和我妈的聊天框，手指慢慢往上滑，翻了很久很久。3年前，我第一次给他转账，是我刚转正，第一次拿到全额12000的工资。我高兴坏了，当天就给他转了5000，跟他说：妈，我转正了，以后每个月都给你和我爸打钱，你们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真是长大了，有出息了。钱妈给你存着，1分都不花，等你以后结婚，给你当嫁妆，让你风光光的嫁人。就是这句话，像一个甜蜜的魔咒，让我信了整整3年。我继续往上翻，翻到去年我生日那天，我27岁生日，下班之后，我在出租屋楼下的蛋糕店给自己买了个80块钱的小蛋糕，拍了张照片发给他，跟他说我过生日了。他只回了我一句干巴巴的话：生日快乐，一个人在外面别乱花钱，蛋糕少吃点儿，甜的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同一天，他给他的宝贝孙子，也就是林浩的儿子，买了个300多块的奥特曼定制蛋糕，发了朋友圈，配文：我的大孙子生日快乐，要健康快乐长大。那条朋友圈他屏蔽了我，是我姑后来截图给我看的。我那时候还傻乎乎的替他找借口，说出来他可能是忘了，可能是觉得小孩子过生日没必要特意跟我说。现在才明白，他不是忘了，他只是根本没把我的生日放在心上。在他眼里，他的儿子、孙子才是真正的一家人，而我只是个外人，是个给他们家挣钱的工具。那天晚上，我住在了姑家，晚上镇子上凉，别冻着。我想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儿。我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，期末考试考了双100，老师给我发了一张大红的奖状，我高高兴兴的跑回家，拿给我妈看。我妈扫了一眼，随手就扔在了桌子上。女孩子考再好有什么用？早晚都是别人家的人。没过多久，林浩考试考了全班倒数，我妈却给他买了一大包零食，还有一个新的玩具汽车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我和林浩在我妈心里从来都不是一样的。可我还是拼命的努力，拼命的讨好他。我努力学习，熬夜刷题，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，考上了大学，毕业之后拼了命的工作，挣更多的钱。我就是想让他看看，女孩子不比男孩子差，就是想让他能多爱我一点，多看看我。可我错了，不爱你的人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不会爱你。在他眼里，我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付出，所有的咬牙坚持，都只是为了给他的宝贝儿子提供更好的生活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，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姑已经把早饭做好了，还是温热的小米粥，煮的溏心的鸡蛋，还有她自己腌的小咸菜。丫头，你爸妈早上打电话来了，问你是不是在我这儿，让你回去一趟，说有事儿跟你商量。我知道你不想回去，但是丫头，有些事儿躲是躲不掉的，你总得跟他们把话说清楚，把账算明白。不然他们以后还是会没完没了的找你要钱，永远都断不干净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最终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。是啊，躲不掉的。这个家，这个烂摊子，我总得亲手做个了断。我不能再当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不能再当那个随取随用的提款机了。你拿着，回去路上吃。要是回去受了委屈，就回姑这儿来。姑这里永远有你一口饭吃，有你一间房住。谢谢你，姑。傻孩子。跟姑客气什么？这时手机响了，我妈的微信。去吧，有些事儿早晚得说清楚。姑，我不想再被当傻子了。那就别当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别让那些不值得的人寒了你的心。出了超市，我站在路边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不会再给他们1分钱，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软柿子。第二天，我回了父母家，这次我没去吵，没去闹，我坐在沙发上，语气平静的像在谈公事。妈，我想通了。你想通了？那2万我不转了，但我有个建议。什么建议？爸妈，你们年纪大了，理财的事儿我来管吧。什么意思？你们把银行卡给我
我帮你们规划规划，存款多少，退休金多少，每个月开支多少，我给你们记一下，免得将来不够用。你想干嘛？我能干嘛？我就是怕你们被骗。现在诈骗电话那么多，万一钱被骗走了呢？丫头说的也有道理。什么道理？他就是想控制咱们。我控制你们干嘛？我是想帮你们，我已经不赚了，总得让我知道你们够不够花吧，不然以后出了事儿，别来找我。老婆子，就让丫头帮忙看看吧。她在大城市待着，这些事儿比咱们懂。随便看。密码多少？6个8。接下来3天，我住在家里，我把我妈的银行流水导出来，从3年前开始，一条一条整理成表格。收入，我的转账，我妈的退休金，我爸的退休金，偶尔有些零星收入。支出，转给弟媳的钱，日常开支，人情往来。3年转给弟媳的总数31万4千，比我之前算的还多。除了每月固定的8000，还有逢年过节的红包，弟弟急用的借款，孩子奶粉钱。我把这份表格打印了3份，一份自己留着，一份准备给我弟看，一份以后用。这3天里，我弟来过一次，他是来要钱的。妈，那2万姐什么时候转？我等着用呢。你姐说不转了。什么？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钱。你骗谁呢？你一个月1万多。1万多又怎样？我还有房租贷款，我自己还不够花。你大姑姐，你也太小气了吧！帮弟弟一把怎么了？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他身上那件外套我在商场见过，2800。弟妹，你这衣服挺好看。这个打折买的，3年31万4。你们从我爸妈这儿拿的这些衣服，就是这么来的吧？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一家人算那么清楚？我算清楚，你问问爸妈，他们的存款还剩多少？你把他们榨干了，现在又来找我？你行了，别吵了。爸，你说句话，姐这样对我，你也不管管。浩浩，你姐说的对。爸，这些年是我们太惯着你了，你姐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，你也该自己想想办法了。走，咱们回去。爸，房子的事儿您再考虑考虑。您看看林浩这些年干的事儿，赌博的钱您帮他填了多少？他要是改不了，这房子给他，早晚也得败光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您立个遗嘱，房子先不分，谁孝顺给谁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打算？我没打算占便宜，但我也不想让我这3年的付出全打水漂。您要是把房子直接给林浩，他只会觉得理所当然，更不会孝顺您。我爸没说话，我也没再说。有些种子种下去就行，不用急着看它发芽。中秋节我没回老家，我妈打电话来说一家人要聚聚，你姑你叔都来，你也回来。我说好。中秋当天我到的时候，饭菜已经摆上桌了，客厅里坐着一圈人，我姑、我姑父、我二叔、我二婶，还有几个堂弟堂妹。林浩和张文月坐在角落里，张文月怀里抱着孩子，林浩低头玩手机。丫头来啦，快坐，来，你来。爸，我有个事想说，我想买辆车，2手的也行，7、8万那种，跑业务需要。7、8万？你哪来的钱买车？所以来找爸妈帮忙啊。姐不是不转钱了吗？爸妈手里应该还有点存款吧？浩浩，这事儿以后再说。以后什么以后？爸，我们这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。小浩找工作需要车，没车谁要他？对呀，爸，就当借给我们，以后还。那个回头再商量。商量什么？妈，您就直说，到底帮不帮？帮什么？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在要钱之前，你先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过去3年弟弟和弟妹从爸妈手里拿走的钱，31万4千。30多万，这么多！账目在这儿，一笔一笔的，你们可以看。其中18万是我每个月转给爸妈的，我妈说给我存着当嫁妆，一分没存，全给了他们。剩下的是我爸妈的退休金，也全填进去了。这大嫂，这是真的？假的！他污蔑我们，我们哪拿了这么多？每一笔转账记录都在，银行流水不会骗人。
我不孝顺，我每个月省吃俭用转5000给爸妈。你们呢？拿了30多万，你们给过爸妈什么？你们给过爸妈做过一顿饭吗？带爸妈看过一次病吗？逢年过节，你们的红包呢？31万，你们拿去干什么了？名牌衣服、名牌包，还有林浩赌博输的钱。什么赌博？你胡说！你敢说你没赌？网上那些起牌，你以为没人知道爸妈给你填了多少窟窿？丫头，你干嘛？大过节的，非要闹成这样？我闹？是谁一边哭穷一边伸手要钱？是谁把我当提款机还嫌我给的少？你这个白眼狼，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东西？您养我？您养过我什么？我上高中的学费是我自己挣的，大学是助赖贷款。我这些年给您的钱，够我在老家买套房了。我是白眼狼，您摸着良心说，您对我和林浩是一样的吗？大嫂，丫头说的没错，这些年你确实太偏心了。林浩这孩子啊，被你们惯坏了，30多万都够首付了，他干了什么？那是爸妈自愿给的，自愿。爸妈的退休金1个月加起来不到6000，每个月转给你们8000，缺口从哪儿补？从我的钱补，从他们的老本补。他们现在存款还剩多少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到2万。大哥大嫂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，把自己的棺材本都贴出去？是我们的错，我们太糊涂了。现在知道糊涂了，晚了。这是什么？遗嘱，爸签过字的。什么遗嘱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房子给他？不是给我，是谁孝顺给谁。你要是能把这31万还给爸妈，房子还是可以给你。31万，我哪儿有？没有，那就没房子。你行了，你们拿了人家30多万，现在还有脸闹？我说过，我不会再给这个家1分钱了。你们以后的日子自己想办法。3年18万，我终于讨回了一个说法，不是钱，是我自己的尊严。中秋之后的事儿，我是从我姑那儿听说的。当天晚上，林浩和张文月跟我爸妈大吵了一架，张文月摔了碗，骂我爸妈偏心眼儿、糊涂蛋，说房子凭什么给外人。我爸气得差点心脏病发作，我妈哭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张文瑶带着孩子回了娘家，林浩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，不知道干什么。那文瑶估计是看你家没油水了，想跑。我没有意外，人财两空的时候才能看清一个人。1个星期后，爸，丫头，妈想跟你说2句。丫头，妈对不起你。我沉默着。这些年是妈糊涂了，妈以为你是女儿，以后有婆家，你弟弟是儿子，得靠我们。妈没想到把你伤成这样。你想明白了？想明白了，你弟弟不争气，文月也不是个好的。妈这些年把钱都填进去了，一点水花都没见着。现在知道了。丫头，妈求你一件事，什么事啊？以后逢年过节你能回来看看我们吗？妈不要你的钱，就想见见你。我没有立刻回答，电话那头我妈在抽泣。我考虑考虑，我挂了电话。窗外城市的霓虹灯闪烁着。我在这个城市待了5年，5年里我没买过一件超过200块的衣服，没去过1次旅行，没和朋友好好吃过一顿饭。我把所有的钱都寄给了那个家。现在我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了。我打开购物 app 买了一件398块的外套。下单的时候我的手有点抖，不是心疼，是不习惯。我给我姑发了条微信，姑，林浩那边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他现在天天借钱，谁都不借给他。文月那边说要离，急得不行。离婚？是啊，文月他妈说了不离，把房子过户给文月。林浩哪有房子？你爸的房子又不给他了。我笑了一下，人财两空这个词终于落到了该落的人头上。又过了几天，我收到了林浩的微信，我没回，他又发了一条，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前是我不对。我看着那条消息，打了一行字，然后删掉了。我没必要说什么，有些人只有撞了南墙才知道疼。我把林浩的微信删了，然后我把我妈的微信置顶。有些人可以原谅，有些人不值得。半年后，春天，我请了年假，回了一趟老家，不是去我爸妈家，是去我姑的超市帮她盘点货物。你爸妈那边去过没？去了，昨天去的，待了一下午。怎么样？还行。
比以前好了。我妈学会了炒菜，以前她都不进厨房的。我爸在公园里认识了一帮老头，天天下棋。那林浩呢？离婚了，上个月办的手续，文月把孩子带走了，他一个人住。听说找了个工厂的活，1个月3000多。总算消停了。这孩子要是早懂事儿，何至于此？丫头，你有对象没？还没，不急。不急？你都28了，还不急？急什么？我现在过得挺好的，工资涨了，房租没涨，还能存点钱。等存够首付，我自己买套房。丫头，你是个好孩子。姑，我不是好孩子，我只是不想再委屈自己了。远处，一个小孩在放风筝，风筝飞得很高，一点一点越飞越远。我看着那只风筝，想起小时候我也放过风筝，那是我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买的。林浩想要，我没给，我妈骂我小气，把风筝抢走给了他，他弄坏了扔在垃圾桶里，我哭了一整天。现在想想，那只风筝大概2块钱，我为2块钱的东西哭了一整天，真傻。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姑，我走了，明天的火车。这么快？工作忙。拿着，别嫌沉。姑，我过年再回来。好。阳光正好，路还很长，但我的脚步比以前轻快了很多。